眼前这个女孩身无分文来到这家深夜食堂，向老板求一碗猫饭填饱肚子。所谓猫饭，不过是白饭加上鱼蟹，简单搅拌，这通常是猫儿的食物，故此得名。女孩大口吃着，一边夸赞老板的手艺棒极了，但她并不知道，普通的猫饭竟然改变了女孩的人生。从此以后，她每天都在凌晨6点半准时出现在餐馆，来索取一碗免费猫饭。时间一长，老板才得知，女孩其实在夜店唱歌，只是不太出名，常常独自唱到天亮，却无人给小费。老板同情她，在店里免费挂起她的海报，还顺便推销她的 CD。 可是顾客们并不买账，反而觉得这样的女孩好比车站出口的街头艺人，虽没人真正驻足听，却一直唱下去，根本唱不好。恰好吃饭的人里有个作曲家，听了老板讲的关于猫的故事，很喜欢这个女孩，于是老板把她请到深夜食堂，给大家免费演唱。女孩动人的声音唱出在外地打工的辛酸，打动了在场的每位观众。有人当场掏钱购买了女孩的 CD， 作曲家也即兴创作，为她写了一首歌叫《迷路小猫》。这首歌让女孩迅速火起来，她开始录制唱片，参加电视采访， CD 几天内销量破10万张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女孩在各大会所轮番表演，连续5周霸占热搜榜首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再也没机会吃到她爱的猫饭。食客们一看报纸，都称赞老板做了好事。但是一场演出后，女孩在后台病倒，吐出鲜血，高强度的工作和没完没了的采访让她病倒了。2个月后，女孩又来到深夜食堂，老板，有猫饭吗？今天是她出院的日子，她急切地想尝尝那带来好运的猫饭，衷心地向老板表示感谢。体验幸福是什么感觉？女孩建议与老板喝杯酒，正当老板拿啤酒出来时，女孩却悄悄离开，只留下未动的猫食。几天后，女孩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老板关门一天，和顾客们身着黑衣，哀悼这位不幸女孩。正如美信歌里所唱，一步一步来，从小到大，始终只有孤独陪伴。凌晨6点半，老板依旧坐在店内，只是从此，那个常唱歌的女孩不会再来要猫食了。当她打算关门时，小猫窜进店里，悄悄享用着猫粮。店主下意识喊出了女孩名字，美信。猫一抬头，男人明白，美信回来了，欢迎回家。美信的生活仿佛一碗猫粮，有滋有味，却不尽好处。未成名时天天唱到深夜，成名后依然四处奔波，全为了梦想，结果却累坏了身体。就像给猫的饭加酱油，饭变得更美味，梦想变为现实，却忽略了猫承受不了那么多的盐分。成了明星，享受掌声与鲜花，却如同流浪小猫，就能舒舒服服的晒太阳。怎么选呢？美信选了梦想实现的幸福，就像吃加了酱油的猫饭。这3位老姑娘每天都会来这里吃那相同的茶泡饭。3个20年未吵过架的好友总结出维持友谊的特别秘诀，就是不能谈恋爱，一旦男人一出现，肯定断交。每次聚餐，3个人总是聊个不停关于男人的事。女人一聊起男人，别人根本插不上嘴，聊到兴奋还得叫老板再来一份茶泡饭，再加1碗。可是就这么着，3个感情深厚的姐妹，3个月后只留下2个，其实只有1个，爱吃鳕鱼泡饭的那位回家相亲了，还找了个比自己大10几岁的，总说讨厌老男人的人呢。不可，老板虽然不懂2姐妹现在的心情，但这样生气可能会引起大问题。以后3姐妹变俩姐妹了。喜欢吃梅干泡饭的她住院了，3文鱼泡饭就像对待家人一样照顾她。康复后去深夜食堂小酌，发誓这辈子谁也不结婚，是要成为最佳闺蜜。过了几天，酒吧女老板就告诉那男的，泡饭姐妹在他店里闹事了，原来是因为梅干泡饭的前男友和3文鱼泡饭搞到一起了，他俩因此是吵翻天。3文鱼吐槽梅干菜，嫉妒自己找到好对象，梅干菜却回怼3文鱼，说这男的真的差劲，你迟早会后悔的。2人一点也不对盘，直接撕起来了。20年友情原来这么脆弱，就像他们自己说的秘诀一样，一见男人直接断交，动作真狠，完全不像多年挚友，倒像是势不两立的仇人。最终酒吧老板出面，才平息了这场斗争。听说男人很失望，估计这对姐妹以后不会再光顾了。后来的生活，梅干菜泡饭变成彻底的单身汪，日复一日一个人上下班，宁愿吃吐司也不去深夜食堂了。鳕鱼泡饭则忙个不停，老是跟个比他大许多的秃头男人约会。他体质弱到吃饭时腋下都会出汗，还对鳕鱼说结婚后想要10个宝宝。
三文鱼自跟梅干才闹翻后，就杳无音信。数月过去，梅干不由自主地走进深夜食堂，他非常后悔，自己年纪这么大，还这么固执，失去了最亲密的朋友们。老板在旁劝解，生活简单最好，就像清爽的梅干泡饭，不需多想。他一边吃泡饭，一边泪流，谁也猜不透，是为自己哭，还是因失去友情伤心。边哭边埋怨老板，今天的饭太咸了，完全不入口。就在这时，三文鱼姐妹走进来了，她没听朋友的劝，结果被渣男骗了一大笔钱，还提分手。老板端上刚做好的茶泡饭，调换了盘子，递给两姐妹，没想到她们吃得津津有味，友谊伴随食物交换而增深，重回旧地。更巧的是，鳕鱼妹妹突然现身，她实在受不了秃顶男，于是分手。故事收尾就如开头的独家秘方，男人消失了，三姐妹和好如初，仿佛清淡的茶泡饭。最好饭前加热茶，太早了，饭会吸太多水，变得没味道，得适合自己的才行，正合她心意的美食。每周四深夜，她必来食堂，总点一碗黄油拌饭。她总是将米饭盖住黄油，闭眼等待30秒，然后加点酱油拌一拌，尝一口，满意的点头，对老板竖起大拇指。这味道勾起了儿时的记忆，那时的香喷喷猪油拌饭。五郎先生是个街头歌手，老板向来不收他的钱，感激之下，他常为老板唱首歌。在过去10年间，他总唱同一首《函馆姑娘》。流浪40载，五郎走过多座城市，却只钟情于函馆。他的表演真挚自然，宛如诉说一段深刻的恋情。演出一结束，五郎简单打个招呼就离开，从不多留。旁边的富豪听完后，心情复杂，便向老板要了碗黄油拌饭。从那之后，他不论走进多豪华的餐厅，都觉得味同嚼蜡，总念着那碗黄油拌饭。吃完还去问老板，流浪歌手今晚来不来？得知五郎只有每周4晚来时，心情很是失落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每周4晚，大富豪都会来到深夜食堂，但那位流浪歌手再没出现过。原来，五郎被朋友临时叫去工厂帮忙，忙了整整半年。大富豪在店里也等了这么久，最终等到了五郎先生。这次五郎不是来吃饭的，他向老板表示感谢，感激这10年的照顾。他在工厂受了手伤，吉他也不能再弹了。说完便转身要走，大富豪急忙叫住他，问五郎还记得他吗？原来他正是那首《函馆姑娘》里的弟弟。年轻时，五郎常去姐姐家教弟弟弹琴，姐姐不太会做饭，只能拿黄油拌饭招呼他。得知五郎未婚，豪华连忙告诉他，自己姐姐也单身。原来父母曾逼姐姐嫁人，姐姐舍命抗争，最终才摆脱。但当他匆匆赶回时，五郎已经离开，楼也空了，只剩下姐姐留给他的唱片机在转。这40年来，姐姐没嫁人，就是在等五郎。五郎无奈地笑了，如今已是60多岁，这份爱实在来得太迟。老板赶忙端来2碗黄油拌饭。相识10年，他今天才发现，五郎那首歌里的函馆女孩竟然是真的。两人还像儿时一样，用饭把黄油覆盖，靠着肩一起等30秒。他还记得弟弟只加1点酱油，大亨也难掩悲伤，悲痛欲绝。命运总爱捉弄人，时间变了，人事已非，但儿时的味道从未改变。五郎边笑边泪眼婆娑。从那以后，他返回函馆，与姐姐合开一家卡拉 OK， 从此未曾归来。而那位富豪成了夜食堂的铁客，依旧钟爱黄油拌饭，还带着公司高层一起来尝鲜。富豪模仿五郎，向老板大力点赞。旁边的泡饭三姐妹看得流口水，她也点了3碗黄油拌饭。高管建议富豪写专栏，帮这家店打广告，肯定能火。富豪拒绝了，这家店他不想分享，再加1碗如何？穷小伙每天5点钟准时来深夜食堂，拿面包和老板换，一个煎蛋三明治，把鸡蛋切成小块，加点蛋黄酱，抹在面包上。老板还额外送些火腿和黄瓜，帮小伙补补身体。这就是他一天的营养。一如既往，一边看书学习，一边吃早餐，还热情地邀请旁边的食客尝尝。不曾料想，这个小小的行为竟为他带来了一段难忘的恋情。1个月后，女孩专门买了面包，请老板为她做鸡蛋三明治。自从尝过男孩的三明治后，女孩的运气变得特别好，也接到了做平面模特的工作，因此今天特地来向男孩道谢。男孩5点准时来了，女孩热心地把他的三明治分给了男孩。害羞的男孩只吃了一小块，然后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就跑了。老板向女孩透露，这个男孩家境不好，在报社那儿借宿，一边工作一边读书，每天凌晨3点开始工作，派送报纸完，还要赶到大学去上课。紧张的工作使他疲惫不堪，
课程结束后，再去准备派送晚报。同学们想要他参加聚会，他总是婉拒。他的人生中不敢选择交友。晚报一送完便是8点，回到报社立刻继续，开始筹备次日的报纸。女孩被男孩的经历深深触动，她遗憾没有把三明治全给他，导致男孩饿肚子。女孩因此冲到大学向男孩告白。正当男孩要回答时，路过的同学认出了他。女孩刚出道成名，一会儿签名一会儿握手。男孩自卑地转身，低着头不敢对视。等其他人散去，他轻声说出：“我们是2个世界的。”内心虽然喜欢，但他还是谢绝了女孩，然后默默离开。女星一直纠缠，天天给男孩电话，男孩要么送报，要么正去送报的路上。月份又过去了，报纸刊出女明星和富商深夜见面的新闻。男孩喝得烂醉如泥，跑去深夜食堂发呆。泡菜3姐妹在旁劝解，心里不爽，就去追回她，表现出男人的气概。被好友一击，真的行动起来了。借助酒劲，男孩直奔女孩而去。他发短信给女孩约见面，女孩也挺想见他，有重要的话想跟他说。男孩刚到公司楼下，就遇到同事们在聊女孩和财阀总裁的八卦，他的自卑感又开始作祟了。当女孩急忙跑出来时，男孩已经不见踪影。次日凌晨，他去了深夜食堂，希望他能勇敢一些，摒弃胆怯。真不走运，公司突然来电，让他回去拍戏。没料到这一别，竟是2人的永诀。男孩轻叹一声，虽然听过无数纯真爱情故事，但现实总是钱多者胜。老板说，女星昨晚曾来访过。男孩说他们不是一路人。女孩很不同意，但又说不出反驳的话。财阀的总裁向她求婚，女孩没答应，反而提到了和男孩的关系。总裁不想靠钱买爱情，让女孩自己选择。他对这个财阀不算喜欢，但总裁至少很真诚，不躲不闪，不见不散。他让老板传话给男孩，就此打住吧。男孩泪流满面，老板也叹了口气，被这样坦诚的女孩喜欢，本该自豪。或许你们缘分不够。男孩为自己的胆怯悔恨。现实没有电影那么完美，正是因为有遗憾，命运才显得那么神奇。以后的日子里，男孩依然每天送报，只是从那天起，他不再点鸡蛋三明治了。女人总是在刮风的夜晚来到食堂点一份炒面，那特制的酱汁，荷包蛋的加入，总能极大激发食欲。他喜欢将蛋黄碾碎，静静品味，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。追星族一眼就能辨认出，他就是红极一时的封建轮子。1个月后，女人在风大的夜晚再次来到小吃店，依然点了炒面加荷包蛋，将蛋黄捣碎。她向老板汇报，爸爸常做酱汁拌面给她吃。说完神情带忧伤。3姐妹听说这家常来大明星，也来凑个热闹。女人不吭声付账就走。3姐妹挺失望。凌晨时分，一位老人在店门口捡到了老板的钱包。他虽无太多学问，饿着肚子，但还拒绝了老板的谢意。老板热心地用佳肴款待他。那时早晨新闻正在播报大明星轮子正在拍一部叫《父亲》的电影。老板随口提到，轮子常来这儿吃炒面。老人连忙告诉老板，放些4万石川的青海苔在炒面煎蛋上，味道更佳。他下次来时就这么做给他吃，别忘了用4万石川的海苔。老人狼吞虎咽，好像饿了好几天。拍电影时候，从小被爸爸抛弃的轮子无法感受到父爱，多次 NG 找不到拍摄感觉。深夜，轮子再度来到深夜食堂，抱怨这次拍的电影内容是讲被爸爸抛弃的女儿最终获得原谅的故事。他从小就被爸爸抛弃，所以真搞不懂，明明已经被抛弃，居然毫无怨言，还得向父亲道谢。就在这时，老板送上炒面，女人忽然停住。有人曾这样教过我。她边吃边流泪，老板却浑然不觉。原来以为教他这炒面技巧的是轮子的铁杆粉丝，其实这是他爸爸的秘诀，加了轮子爱吃的海苔。轮子最爱的还是爸爸的酱汁炒面，真是太好了。视频结束时，没有解释爸爸为什么离开轮子，但从爸爸拾钱包不求回报可看出，肯定是有不得已的理由。女儿现在成了大明星，而老父亲宁愿捡破烂也不愿打扰她。女儿吃了父亲的炒面后，终于明白了父亲默默的付出，受此感动，他制作了一部电影，取得了巨大成功。老爸在电影院里看着女儿精彩的演出，悄悄哭了。他竟忘了自己在电影院，不由自主站起身，眼泪洒满喜悦。谢谢你，爸爸。后排的年轻人轻声叫他坐下。老父亲回过头来，指向荧幕，然后用力点自己的心，那表情难以言喻。父亲对女儿的爱满溢于心，此刻他的情感难以言表。他坐下时，做了个只有他俩懂的手势。
仿佛重回年轻时给女儿做炒面的日子。以后的日子里，他总是小心的收藏报纸上关于女儿的每条新闻。今天轮子凭电影《父亲》赢得影后，好消息啊！老爸听了非常高兴。轮子还特地在风大的夜晚去了深夜食堂，炒面顶个荷包蛋，再配4万石川的紫菜，可以。女孩光顾深夜小馆，她预定了刺身套餐，熬鱼得提前1天炖好，鱼冻要到第2天才能做好。女孩细致地享受着佳肴，旁边的小伙子对她一见倾心。女孩离开之后，小伙子便向老板索取她的联系方式，但大家都守口如瓶，好像有什么秘密。第2天早晨，女孩来买炸鸡，恰好走进了小伙的店。缘分这东西挡都挡不住，她忙不迭跑上前，拿掉头套，喊出鱼冻姐姐。女孩才反应过来，店里忙得一团糟，她主动帮忙点单结账。小伙子都懵了，不小心手被油锅溅到。晚上，小伙子把女孩约到深夜食堂，直接表白，希望女孩和自己交往。没想到女孩立刻拒绝，说她有男友了。场面顿时很尴尬。女孩离开后，小伙子不断自责，这心里藏不住话的坏毛病，真坑。此时常来的摄影师一进门就问老板，刚才那个女孩是美来吗？大家快点岔开话题。小伙才意识到大家都不约而同藏着女孩的身份。等摄影师走了，他急忙追了上去，一打听才明白，美来是夜店的红牌，名声很大。小伙子还不死心，亲自去了美来的工作地点确认，但当店员开门时，小伙子吓得立刻逃跑了。之后的时间里，小伙变得异常低落，平时不跟别人说话，只有那女孩来了，他才活力全开，笑颜频频，逗得他哈哈大笑。老板看出来了，劝他要是真的喜欢，就别犹豫了，但他始终无法下决心。一直这样，2个月过后，女孩高兴地找到老板，明天她就将重获自由，偿还了父母的债务，终于能够恢复本来的生活。但接下来的路，她迷茫不知去向，还能否恢复原状？赎身那天，美来整理了工作房间，彻底的清洗，不漏一个角落。这也算是毕业前给自己的学生生活画上圆满句号。同时，小伙得知母亲病重，需要回老家照看，他来深夜食堂向老板道别，打算留到天亮，搭早班火车回去。此时，女孩也走进店里，今天她特别高兴，想要庆祝翻开新篇章。在小伙连番追问下，女孩开心透露，我终于跟男友分了。男孩忍不住一口闷了大杯啤酒，壮着胆子向女孩告白。他不愿错失机会，遗憾地离开。美来快乐地点点头，有一种爱，像晶莹的鱼冻，温暖的米饭里融化。虽然美来工作不寻常，但没受他人恶意左右，始终记得初衷，替父母还清债务。终于自由了。小哥曾因女孩而烦恼，在迟疑中受到老板指点，终于放下心头大石。深夜食堂的偶遇，显然是命中注定。1年后，这对夫妇寄来一张明信片，告知他们在乡村开了一家分店，诚邀老板前来参观。老板笑得很开心，人生关键在于把握时机，时机和人选对了，一切都能成。常说爱冷的女孩最讨喜，每次去夜宵店必点一碗热腾腾的砂锅面。闺蜜责怪她整天只会给小鲜肉花钱，结果还是分手收场。给小白脸花钱买衣，自己却冻得像条狗，不如找个年纪大的男友。怕冷的女生很乖巧，很快就找了一个50岁的男友。更过分的是，男友喜欢在冷风凛冽的冬天吃冰凉的冷面，怕冷的女孩也陪着吃，而且还吃得很高兴。2人都钟情于同一条狗，在宠物店邂逅，谁料次日狗子即被买走。自那日起，他们开始恋爱。女孩舍弃了自己爱吃的热砂锅面，转而与男友一同吃冷面。她对老板说，怕热的她和怕冷的他，这对儿绝对是天生一对。同居后根本不需要电热毯。她很感激闺蜜的提议，成熟的男士确实更暖和，胜过养小鲜肉多了。以后小情侣每个周末都来吃冷面。那天2个警察来到店里，看到女孩冬天吃冷面，老警察突然回想起一件事，他曾经追踪过的一个潜逃20年的罪犯，也特别爱吃冷面。想来这人得有50岁了，公诉期限就要到了，他也快要退休了，没能抓住他挺可惜的。长得一般，眉心有个大痣。说到这里，女孩愣了一下，小警察觉得有点怪，这特征和怕冷女孩的男友挺像的。女孩很气愤，把2个警察狠狠骂了一顿，然后急忙离开。她找到了男友，她不介意男友的过去，如果要换个新环境，女孩愿意与他一起走。男人明白了女人的意思，带她去了公园。那时候男人常年在外务工，妻子外面有人了，回家要离婚，恰巧遇见对方情绪失控，
狠狠打了他一顿。男人脑海一片空白，给对方一推，跑出了门。哪成想，次日报纸头条，这家伙领了盒饭。他很恐惧，一直在逃跑。女孩同情这男人，选择与他逃亡。两人却到了深夜食堂，最后一次吃冷面的时候，警察忽然来了。男人其实早就知道有人在约会时跟着他们，故意诱捕自己。他向老警察请求再吃一碗冷面，感激女孩的陪伴，共同的美好回忆。很快，报纸报道了一位传奇警察用一碗冷面抓住了杀手。故事最后，怕冷的女孩莫等男人释放，而是披上皮草，重新享受热乌冬面。她领悟了，冬天别吃冷面。蛋糕店新员工做事粗心，唱了许久的生日歌，刚知道送错人蛋糕了。第二天那女孩又带着蛋糕来，不止送到错地方，连名片也写错了。旁边喝酒的诗人看他手忙脚乱，拿起名片用酒精灯溶去巧克力，擦掉了写错的部分。这行为让女孩对他心生情愫，不断的送秋波。这一集是深夜食堂系列中的一集，这一集反转太多了，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晚上，那个女孩又来了，这回不是送蛋糕，她是来向诗人道谢的，但诗人不在家，女孩就点了一道深夜食堂的新菜——土豆炖肉。这女孩家里很省钱，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菜，还得是猪肉的。她今天才明白这一点，寿喜烧应该用牛肉。老板忽然记起，曾有客人也这么说。公司高层最近有了新欢，是在品尝这菜时发生的，跟蛋糕妹说的没两样。高管看女孩挺可怜，马上求婚要娶她，保证她幸福的生活。女孩接着说，她有6个姐姐，几年前都外出打工，早就失联了。但接下来的情节不是姐妹团聚的戏码，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。第二天，一位顾客边吃土豆炖肉，一边抱怨，他2年前谈了个漂亮女朋友，是那种一见钟情就想娶的好姑娘，天天给他做土豆炖肉。他偶尔想换换口味，姑娘却说只会做这一道菜。因为爱上了戴眼镜的他，拼命学会了一技之长。听起来很感人，对吧？结果2月后，女孩带走了他所有存款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时，蛋糕女孩推门而入，这次她没弄错，今天是眼镜男的生日，特意点了块蛋糕。蛋糕妹主动坐到眼镜男旁边，一边斟酒，一边抛媚眼，让眼镜男再次体会到幸福如此近。真巧，大佬带着另一半来到店里，向众人宣布他们订婚的喜讯。眼镜男看着女人，瞬间哑口无言。对，他的日常就是做土豆炖肉。那个卷款潜逃的女孩，蛋糕妹走到那女人面前，对着女人脸呼了一口气。她离家出走，音信全无，令家人忧心。眼镜男也来揭露他的真面目。高层露出迷茫表情，茫然失措。女士捂头显得痛苦，姐别假装了。为了正义，蛋糕妹对姐姐不留情面，询问老板附近的警察局位置，离开前向众人致歉。但一出门，事态急转直下。没想到俩姐妹都是诈骗犯，妹妹费劲找到个地方，却被姐姐搞砸了。要不是这样，诗人和眼镜男都将被她轻松拿下。从此之后，这2人从此不再光顾深夜食堂。38年后，炖肉骗局的姐妹俩被捕了，30多名受骗者遍布全国。诗人读到了这份报纸，害我吓出一身冷汗。平日里诗词满口，被现实惊得无言以对。私人女侦探带新人小弟，深夜食堂解馋，小伙酒劲真差，几杯就醉成一团糟。回家路上，2人意外迸发爱花。几天后，女侦探独自去店里查，询问小哥是否来过。意外地，这小哥是新手。2人开始交往，小哥就没再来上班，连邮件都没回。这时，男人忽然出现，正是向里见小姐求婚。程乃只想当谈情不说爱的女侦探，直接拒绝了。10年前的事，那时的李健小姐还是个对别人从不怀疑的天真女孩。她偶然在街上看到她的未婚夫，带着捉弄的心情，她悄悄跟踪他，结果显而易见，这也是她一直保持单身的原因。从那天开始，女孩天天盯着她的未婚夫，慢慢的对跟踪这事情着迷。最终她找了个侦探的工作，整理好的证据成了文件。她要求对方支付赔偿金，同时取消了婚约。她对那小伙子说，女性不强大就无法在这社会生存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哥亲眼看着一个个不幸的婚姻，去调查所搜集证据。他不确定自己的工作是对是错。就在那天，接到了一起富豪离婚的调查任务。他想了想，决定让小哥来处理这个案子。小哥非常高兴，特意去了深夜食堂，点了一壶热酒。他得顺利做完这次侦查，然后再向李健表白。小哥特别卖力，一天到晚都在追踪目标。终于在1月后，
拍到了目标进酒店的画面。可是就在电梯门关上的时候，小哥懵了。夜晚，他把证据给了李健，看着照片，李健才说出了真相。这案件的关键人物，正是他10年前的前男友。去年2人重逢，命运真是难以预测。原本是因为他出轨才分手的，没想到10年后轮到我了。在这10年中，李健学会了如何识人，比被人背叛轻松多了。他希望小哥能赶紧把材料交上，他愿意承担所有后果。小哥气呼呼地走了，不变强大，就活不下去吧。李健沉默不语。第2天，小哥勉强提交了报告。女老板接受现实情况，泣不成声。李健果然像预期的那样，被调查单位开除了。几天之后，小哥把调查对象约到深夜食堂，递给他一些照片。在整理文件时，故意留下这些照片。男人苦笑说，他早就知道自己被盯上了，不然他干嘛让你用那个伸舌头的表情拍照？他用这种方式画上了句号，他自己演了个坏人。无论对我或对你，这事都让一切玩完。当他走后，小哥心情复杂，文艺女青年的思绪真是费解。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他，让我更有男子气概。我得再找到他，重新表白一次。电影最后，李健骑单车到了山顶，松了一口气。深夜吃碗热拉面，夜猫子的美食福音。出租车女司机每晚下班必到深夜食堂点1碗不加面的拉面。这种方式既满足味蕾，又不担心长胖，带来罪恶感。旁边的播音员对这种方式颇感兴趣，专门写了一期专栏，推广健康吃法。许多人选择苹果代餐，但这样根本不够饱。后来改吃苹果派，反而越来越胖。他今天特别介绍不加面的天妇罗汤面，既健康又好吃，一碗丰富的蔬菜汤，对注重体重的人来说，这是个不错的选项。节目一开播便广受好评。下班后的夜猫子通常会选择一碗光汤不加面，为此主持人还专程去深夜食堂感谢司机大姐。临别时，电台 DJ 发现那女士很面熟，似曾相识。次日清晨，他带着照片来到深夜食堂。那位女司机曾经当过演员，她演过当时非常火的电视剧《忍者战队》。电台的 DJ 是她的铁杆粉丝，他甚至给她写过粉丝信。没想到她还真回了信，送她一套偶像写真。他意外长大后竟和偶像重聚。那晚 DJ 在节目里特地说起自己偷偷爱慕偶像的事，虽是暗恋，对方根本不知道他却很好奇为什么那位演员这么火。他开出租车了，他想请这位演员参加自己的节目，聊聊自己的经历。这时候女司机正在听收音机，她气呼呼地关了机。下班后，女司机情绪低落，独自到夜宵店喝酒。她向老板倾诉，那时我在剧组里演技最差的就是我，还自视甚高，得罪了不少同事，只有忍者队长黑羽理解包容。那位初恋心动的女司机悄悄地喜欢上了队长。终于某天，她鼓起勇气在演播室向队长告白，没想到地面散落着女装，队长躲在角落独自哭泣。我渴望变成女孩。从那以后，她们成为了闺蜜。黑羽梦想成为真正的女生，只有女司机知道这个秘密。当时他俩口袋都空，喝酒就只点碗汤不加面当做下酒菜。 DJ 播放的忍者战队节目把他吓坏了。如果这个热潮再次来袭，粉丝们肯定会挖掘黑羽的秘密，这样黑羽就会陷入危机。当初2人分手时，黑羽曾经说过，你的路是你的，我的路是我的，我们各走各的路，这样也行。老板好奇地问那女士，黑羽近况如何？女司机微笑着沉默不语。次日深夜，女司机带黑羽去夜宵店， DJ 不停地向女司机道歉，没想到一时冲动打扰了别人的安宁生活。虽然黑羽已不是男性，但他重演当年忍者的戏码，依然让 DJ 大吃一惊。不止这样，他还主动要求上 DJ 的节目。黑羽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意，热情地表演过去的经典台词。5个忍者聚在一起，就可以悄无声息地扫除恶势力。当5声钟响起时，恶声终将消逝。不管什么时候，甲贺战队总会及时赶到。在那善恶交界处，女司机听着广播，露出难得的笑容。随着节目渐入尾声，黑羽表达了自己的真情，无论曾经的我或是现在的我，我真的很喜欢，不在乎别人的看法。非常感谢你。女司机听着这感激的话，忍不住泪流满面，又忍不住高兴得不得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深夜食堂的拉面异常火爆，许多粉丝纷纷前来，穿上忍者装，到店尝尝这碗充满回忆的拉面。这是一种理解、喜欢和感激的滋味。刚到东京打工的姐妹俩，
在食物前虔诚祈祷。看起来普通的炸豆腐乌冬面，却承载着姐妹俩对生活的美好憧憬。她们梦想成为动画配音师，明天要试音了。听说深夜食堂的乌冬面能带来好运，我特地来祈求炸豆腐乌冬。老板笑了，可能只是个巧合，这不过是碗普通乌冬面。那天晚上，老板手持炸豆腐，向神祈祷，盼两姐妹面试顺利通过。第二天，两人都没能胜出，不过短发的春菜进了前4强，长发的秋明则没有，加入了一家娱乐公司。老板在乌冬面中特别放了2块炸豆腐，激励女孩们继续努力。姐妹俩非常开心，相互鼓劲，下回得给老板带去更棒的消息。6个月就这么过去了，长发女孩秋明独自来到店里，依旧点了炸豆腐乌冬面。自从她加入了配音偶像组合，春菜就开始故意避开她，已经好久没联系了。秋明察觉到春菜好像面试没什么进展，秋明不敢打电话询问。他明白，越是鼓励她，春菜只会感觉更难受。以后的生活里，春菜开始做电话客服，整日不断道歉，孤单一人往返上班，偶尔查看手机，看到秋明在娱乐公司的新闻，春菜心情很复杂。她偶尔会去深夜食堂坐坐，但不再点那炸豆腐乌冬面了，觉得自己运气不好，在炸豆腐面前许愿也无济于事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醉醺醺的中年男子摇摇晃晃走了进来。他是个漫画家，几年前很火，但名气大了之后，每天沉溺于纸醉金迷，不仅毁了自己的前途，还整日跑到店里教训老板。春菜一看就认出，这人是他崇拜的偶像信田，忙不迭地去打招呼，但这家伙对女人心有余悸，以为春菜是典型的拜金女，只想骗她的钱，甚至还想对她动手。老板急忙挡住，女孩掏出带来的漫画，递给信田。男人一愣，这直到他变亮，是男人的处女作，已经绝版，当初销量惨淡，被出版社撤下。女孩问他，怎么这几年没新作啊？他感到很失落，自己找不到灵感，什么也画不出，反正画了也没人看。春菜反问，不试一试，怎知好坏呢？我试音老是不行，也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做配音，至少要试一试，才能知道行不行。信田在思考，支付后便转身离去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春菜每天上下班，偶尔查看手机，听听秋明留的言。不管秋明怎样劝说，春菜始终无动于衷。晚上，春菜光顾了夜宵店，她今天失业了，因为上班时分心。老板给她一本叫《上帝的味增汤》的漫画，前些日子信田来过，对春菜表示感谢，她重新开始创作。信田从那女孩身上得到灵感，除非你采取行动，不然永远不明白结果的勇气。他还特意嘱咐老板带来一封招聘信，他的作品《上帝的味噌汤》将改制成动画，正招募配音演员。审选当日，两个姐妹在试镜现场重逢。春菜看着秋明专业的演出，内心感慨万千。好闺蜜常这么矛盾，盼你越来越棒，可一旦你真棒了，她自己却停滞不前，便心生嫉妒又难受。很快，该轮到春菜试音了。她因懦弱觉得自己会失败，把所有不满都说了出来。别轻易小看自己，真诚的表达意外触动了评委。春菜即将离开，评委们又把她叫回来进行复试。就这样发生了，春菜成功当选，秋明则没选上。他走到春菜跟前，低声的恭喜，表情略显尴尬。两姐妹身份互换了，秋明伤心落泪。我们的未来在前头，不只是凝视彼此，如此这般。两姐妹和解中剧。电影尾声，她们一同步入深夜餐馆，用手机放春菜的配音给客人听。一碗淡味炸豆腐乌冬面，让姐妹俩坚信她能给对方带来好运。